他的所有的文件都承认。台湾是属于中国的，高市早苗政权正在高速往军国主义的方向去推展。二次大战这个联合国的宪章有所谓的敌国条款，日本不能恢复军国主义。如果恢复军国主义的话，那个时候的5强国家可以不经过安理会的授权，就直接对日本采取这个军事行动。亮剑就是让你评估，让你知道我的武力在哪里，让你知难而退啦。如果日本再往这个路上走的话，那未来跟中国大陆一定发生武力冲突。观众朋友，今天节目特别要来关心到是中俄这一回强势的压进了第一岛链的战场曝光了。今天会帮观众朋友来特别做解读，包括了大陆解放军最近的动作非常的多，辽宁号狂刷100架次，超高音速导弹也下杀，这个画面也曝光了。再加上中俄最近做的反导弹联合开火，日本最新消息今天会来带观众朋友看到是新建在台湾附近新建了飞弹岛压境，东亚是否踏入战争的临界点？今天会一起做关注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刚刚强调了，除了辽宁号在外海做这种强度演训之外，还有高超音速的这个导弹画面也曝光了，是看到的是有垂直下杀把船的这个画面。北京秀军事肌肉是在对美日台发出警告吗？第二件事情，这个是最新消息，日本在台湾附近打造的飞弹群岛压到了中国大陆的家门口，从与那国岛一直到宫古岛全面武装。日本是想要嚇阻，还是把整个东亚有没有可能推向一条战争的不归路呢？最后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在军事方面首次公开的氢弹投放，加上非核氢弹的威力，再加上中俄现在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军演，中俄军事同盟进入新阶段吗？今天也会来关心印太的军控会不会因此而不一样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赶快来看到，在这一场中日冲突之下，日本防卫省的最新示警，包括了辽宁号在6号到7号，我们上次跟观众朋友报告过，突然间是在这个冲绳外海这边狂刷了100架次的舰载机，还有直升机之外，歼15也对日本的 F-15雷达做照射。最新还有这个就是北京的，另外在微博解放军放的这个 MV 叫做《箭在弦上》。我们请导播也带我们来看这个潜艇集群是一字排开，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直接在上演震撼的画面。从画面中，我们等一下也可以逐渐来看到，是从高空有一个垂直下杀的这个砸中靶船的一个画面。专家特别针对了这个影片也做了一个分析，认为这个影片就是在针对美日做警告，也是同时要他们不要干涉台海。而解放军的讯号之外，我们来看到在军事层面还做了哪一些呢？北京最近是成功试爆了它的这个新型的非核氢弹，可以燃烧超过1000度，火球持续燃烧2秒以上，高热加震波可以定向的攻击掩体跟建筑，目的现在说就是要在打城市战中打击台湾的防御能力。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刚刚特别看到的中国大陆公开它的潜艇集群之外，还有这个导弹垂直下杀的一个画面，剑指美日台做警告吗？会不会让台海风险再加剧？大使怎么看？对，我想最主要，中国大陆为什么会亮剑啊？其实这些都是既有的武力，既有的这个新的装备啊。那你说中国大陆有70几艘的这个潜水艇啊，本来就是区域里面最强大的一支潜水艇。那它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啊，把它这个阵势摆开？这个在中国大陆军事术语叫亮剑。亮剑就是当受到威胁，或者说受到某种压力的时候，或者有一些关键时刻可能要发生，中国大陆会先把武器先亮出来。为什么？这个就亮剑就是让你评估，免得你会做错误的判断。也就是说，你搞不清楚中国大陆现在武力到什么程度，那就先告诉你，然后呢你自己评估，免得有这个武器，结果对方也不太清楚，或者说故意搞不清楚，然后呢做了一些挑战，然后发生冲突以后，那冲突一定会造成损失。所以大陆的战略是先让你知道我的武力在哪里，让你自己评估，让你知难而退啦。那我想它最主要还是针对日本，因为这个11月7号高市早苗的这个发言啊，那事实上的话是对在陈平时期对中国大陆那么公然这个
等于就是说啊，要做出行使武力的威胁。那这个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当然就一定会强烈回应。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过去其实从2016年就开始的日本的再武装，那到现在，那么高市早苗的极右势力上台以后，他不但这个对中国大陆进行武力威胁，明白表示说他要干涉台海未来的发展啊。其实台海两边他都知道不是日本的，都是属于中国的。他事实上他的所有的文件都承认，对，1972年、1978年。他都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那他现在就是管你是中国还是哪里，他就是要干涉，而且就是说你发生事情的话，我就要行使怎么样这个所谓的集体自卫权啦。那这个情况之下，中国大陆是认为说这个那么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事实上正在把日本的军国主义的这一套这个整个的思维跟做法上，在高度的怎么样复刻，而且高速往军国主义的这个方向去推展。那另一个方面就是说，另外一方面，2次大战以后所建构的整体的国际秩序，日本是一个挑战者，他不愿意接受。在领土的安排上。在对日本这个国家的约制上，因为2次大战这个联合国的宪章事实上有所谓的什么敌国条款，也就是这一些当时的这些发起战争的战败国，他不能够再恢复军国主义的作为。那德国不能恢复纳粹主义，日本不能恢复军国主义。如果恢复军国主义的话，敌国条款就说那个时候的5强国家，联合国的5强国家可以不经过所谓的这个安理会的授权，就直接对日本采取这个军事行动。所以这些情况之下，中国大陆最近就把它的这个高超音速武器，而且是对这个水面上的这个目标进行这个攻击的这样子的一个镜头就播出来，而且也很罕见的把这个潜艇浮上水面，一个舰队展示出来。那这就是亮剑，最主要就是亮给日本看，然后要震慑日本。那然后让日本知所节制要不然就是说，如果日本再往这个路上走的话，那未来跟中国大陆一定发生武力冲突。那么另外一方面，日本现在连非核3原则也都要放弃，对，那日本变成一个核武国家的话，那东亚就永无宁日了。好，现在整个东亚其实陷入在蛮紧张的一个态势当中。日本它这个时候亮剑刚刚提到了嘛，高超音速武器还有他们的潜艇之外，其实呢，东京这个油门持续的踩下去，让日中关系现在被预估是跌到了10年来最冰点的此刻，因为他现在正式的，这是最新消息，今天的新闻启动了40年来最大的军备扩张。我们来赶快看到这个消息，是他在台湾周边打造的飞弹群岛，沿着大约是160个岛屿组成的琉球湖线，陆续在这边新建各种的阵地，包括了反舰飞弹阵地、雷达塔、弹药库、电子战的设施，要吓阻大陆武力威胁，来自于日方的说法。而在台湾的东方，只有大概110公里的与那国更被打造成最前线，被当作是火力哨站，等于把战场也推进在台湾跟大陆的家门口。这一波飞弹群岛化是真的能够吓阻大陆，还是把东亚推向另外一场军事战争当中？干哥怎么解读？因为与那国岛距离台湾是最近的，才110公里，所以你在上面做什么事情、动什么手脚，那都会被当作焦点来看待。那最近呢，因为他们在与那国岛已经真的就部署了雷达站其实与那国岛本来是没有军队的，但以现在严格来讲的话，也不叫有军队。他们的那个海军陆战队最多是部署在冲绳，也就是说在琉球。所以与那国岛距离台湾这么近，你在上面真的放上飞弹的话，那就是挑衅。目前我们所知道是石垣跟宫古这2个岛。的确有12式陆基对舰飞弹已经部署上去了。那他们部署上去其实有2-3年的时间，可是与那国岛不一样，你如果真的部署上去的话，那就验证了高市你的台湾有事论，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你就印证了你的野心在哪里。所以40年来最大的军备扩张，
你可以从它一些很小的动作里面看出来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这次在那个就是说我们在中国海军辽宁舰它在那个公海上面，竟然被日方的 F-15战斗机逼近。那歼15从辽宁号上起飞是奉命去看看你的意图，这一定要拦截的啦。不拦截不可能。可是通常以前我们在看美俄在冷战时期的北冰洋的对峙。苏联的轰炸机飞过美国航母舰上空的话，通常是不会开照射雷达的。那中国这次就很果决，开了照射雷达，就我告诉你，我已经照着你了可是开照射雷达到了开火控雷达还是一段距离。就算你开了火力控制雷达之后，还没有按下按钮，那就是第3步。所以说，从照射到开火控到真正发射飞弹，其实还很遥远。那是一种自卫、宣示自卫的一种权利，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办法平息下来的原因，就是说日本认为他们受到了挑衅，可是中国不是这样想。我在公海上面演习，你的飞机靠近我，虽然你的战斗机也是在公海上，但是这绝对是挑衅行为。那日本说不是你先挑衅，没有关系，各说各话。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就是在测试对方的能耐跟底线。如果一旦一天有事的话，那就可以知道谁的反应比较快。那与那国岛老实讲一句，是我们注意的一个焦点，就是说，再过个几个月，他们对于他的防御跟攻势的加强，是不是正如中国的观察家以及台海两岸的观察家所预判的？他会把什么？他可能还会把对舰飞弹移到这个陆地上面去，到岛屿上面去。还有，他可能派真正的警卫团，也就是说，那个都是由陆战队构成的。如果真的派上去，哪怕是一个排或半个营都可以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情是绝对不会降低温度的，反而会使中日关系更加紧张，是我们接下来观察的重点。好，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在这个第一岛链，因为中日冲突而持续扩大那其实呢，不只是影响的范围是到中日而已，现在持续的扩大，许多国家也被拉进来，包括了在俄罗斯因为力挺中国大陆，所以呢，其实这两个国家举行了军演，启动的是第3次的反岛联合军演。那官方有特别定调说，这个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包括了第3方那美国，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态度呢，现在是如何？美国在这个时候敏感时机，突然间战略态度改了一个方向，最新修订的是他们的国家安全战略，而且比较特别的事情是不再把俄罗斯列为直接威胁了，是有意图要跟俄罗斯来做合作。那川普也把战略重心拉回到西半球，以美国防卫本土为优先。民主党当然就大骂川普了，他说他削弱了美国影响力，助长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一方面是中国在这边氢弹上面的投放，另外一方面还有中俄的军事同盟是不是进入到新的阶段了？对于全球这个区域安全的冲击，上志哥又怎么看？美国这次这个所谓的安全战略的这个白皮书发布，它当然真的是对于美国长久以来的这个全球观，它还是有很大的调整。当然，特别大家关注到说美国跟俄罗斯以及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那在此延伸之外，也不得不说，在俄乌战争之后呢，中俄跟俄罗斯的这种紧密，所以无上限，包括中俄的所有历来签订的这些高峰的所谓的全方面的这个合作是难以想象的。我想其实尤其体现在最近对于日本这个部分，前阵子我们看到说中国方面公布了这个过去的这个氢弹是一个历史性的这个当时氢弹的这个试验的画面。对，那因为其实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包括核弹的试验，其实都没有公布。作为一个无论是在情报的机密上，或者是说也不想引起全世界很多的敌对或恐慌，但是呢，这次披露这个历史性的，虽然是个老的氢弹，但是我想它最重要的重点，它很明显它是直指对于日本的压力。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的很多有关军事的消息的散布，很多人都解读说他是不是乱枪打鸟，就也要警告美国，也要警告什么？其实不是大家要记得，中国现在对于所谓这种军事上的舆论性的应用，它其实都是有个特定的行销讲 TA 它要针对谁？比如说，它现在锁定的就是日本。
那在日本背后的部分当然是台湾，也都是直指的这同样的一条这个水平线来讲，就是它是有连带关系。然后再往后面可能是包括对美国的一些警示，再往后面当然是对全世界当中军事的这个宣告。所以这个概念之上，我们讲，特别是中国大陆现在，因为他们都一直传出他们有非核氢弹，有时候他没有需要用过去核弹的这些包括放射性的物质，就可以做到氢弹这种引爆跟杀伤力。那这一块，大家在这一次的氢弹的画面公布之后，其实是浮想翩翩的，对，而且特别是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啊。当然我们知道中俄关系的紧密，我们特别要看一下。在今年的部分，因为9月上旬，也就是才1个多月前，俄罗斯已经正式由他们的第一总理丹尼斯宣布说，他们要把手上当中对于宽体客机的重引擎，也就 PD-26，那这个部分是现在中国大陆做不到的哈，就未来要做 C929。这个重引擎发动机要整个包括它的复合材料，包括它的发动技术，要全部都要卖给中国。你要这个东西，其实对于中国，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确实在军事能力上当中，很多发动机自己做得到，可是，在航机上，因为它的思路跟流体设计不一样，俄罗斯把最重要的东西，包括它未来研发的东西，都要跟中国分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紧密关系，从这个点我们去看出。而且不得不说，这是日本引起的争议当中最快出来指责日本，而且就历史的这个罪人的定位来指责，就是俄罗斯。所以特别是在北方四岛的部分呢，其实俄罗斯也你说配合中国吗？有很多的部分的军事的这个巡演，所以对于日本在北方四岛、北海道之外，也有产生具体的军事压力。所以这军事压力，中俄现在确实是在日本的北方跟日本的西边，在黄海地区来讲，这个夹击的力量确实比较重。好，我们今天开始的讨论呢，还是持续聚焦到现在这2天地缘政治最火热的热搜话题哦，也就是台湾有事论。这个论调呢，自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嘴里在公开场合说出来之后啊，是让这个中日的矛盾现在持续的在加温，跟持续的在上升。双方现在的外交战场呢，已经上升到了联合国要去告状的一个高度了。我们来看到中国的代表。傅聪呢，他已经致函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了，他要求高市早苗你要撤回这个台湾有事论，并且指控日本呢现在这动作频频，是不是对中国又发出武力威胁，没有学好过去这个军国主义的教训呢？那日本这边当然也是不示弱啊，他们同样状告到联合国了。来看到这个大使山崎哦，他同样是致函给古特雷斯，就做出了反驳，说日本呢没有要去发动武力威胁，只是在做一个被动的专守防御被动战略，可以说是双边各说各话，各有说法。那么北京手上现在的王牌呢，我们知道依旧是这个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然而这个敌国条款究竟是一个历史的东西，它放到现在还有没有用？虽然说是对日本动武无需安理会的这个授权很有想象空间，但是想先请教大宣委员啊，这张牌敌国论是虚是实，一旦出招，是真的中国就可以去打日本了吗？我是不敢想象。但是如果真的东北亚打起来，第3次世界大战，我真的是感觉不远了。是所谓北京之所以要讲到的敌国条款啊，不是说北京要立刻发动对日本的攻击。它主要要提到的就是说，一旦台海发生冲突，这是中国自己的家务事。如果你日本在这个时刻你要插一脚进来，那么我就可以有这个权利，在不告知联合国安理会的情况之下，我就直接对你发动攻击了。这就是他当时所引用要敌国条款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最主要要表达的意涵啊。那我觉得敌国条款它其实是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台湾有事论哦。这个北京政府所采取反制措施的组合拳里头一环而已啊，它并不是最主要的一拳啊。其实中国大陆现在是打了一整套组合拳出来嘛。从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要求航班取消、观光客退订哦，然后接下来你看到的原本要开放的水产品，现在可能全面封杀，甚至会扩大范围，除了福岛的这附近的以外哦，其他的地区都有可能全面这个切断这个进口的可能，然后包含和牛。本来和牛的谈判现在也叫停，然后包含国际间的这个中日韩3国的对谈哦，就外交上的一些这个会议也全部喊停。那你更不要讲说日本艺人在中国大陆的演唱会、所有的表演节目都喊停，然后你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是军演哦，在黄海地区不断的在发动一波一波的军演。
所以其实中国大陆手上的工具箱还很多啊，它还有各式各样的工具。但是坦白讲，我认为这样的组合拳就已经够了哦。那么现在虽然日本死鸭子嘴硬说，哎呀没什么了不起啦，日本观光客不来，还有台湾观光客。那你赌赌看嘛，你看看日本的观光业一年有多少观光来自台湾，有多少观光来自于中国大陆？你看看台湾能够补得上中国大陆的这个缺口吗？补得上嘛？就长远来讲，日本的观光业在这一波当中必然会遭受很大的冲击啊。肯定。那么只是现在日本政府死鸭子嘴硬，认为说没有什么关系。那你还不要讲水产品啊，还不要讲和牛嘞，一个是他们的养殖业这个渔业，另外一个是他们的畜牧业，这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哦。那你更不要讲说，对中国大陆来说，他手上还有最后一张王牌，也是最重要的这张王牌。这张王牌前2天就自己跳出来了，川普啊。川普自己就跳出来处理这件事情了，打电话了。你说川普到底是川普要先跟习近平讲话，还是习近平要跟川普讲话？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为什么这件事情要找川普出来处理？显然，习近平跟川普在上一次的会面的时候，他们针对台湾问题已经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跟共识了，而日本莫名其妙的瞎搞事，结果呢，把原本的这个默契跟共识呢，又重新搅得一团乱。所以对川普来讲，他当然必要跟习近平解释啊，说我没有玩2手策略哦，高市早苗是自己自走炮，他自己搞出来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把这个局势缓和下来嘛。所以呢，川普在跟习近平对话完之后，就立刻打给高市早苗了。就对日本来讲，他现在当然咬着牙不承认，他说没谈台湾问题，就只谈这个其他的问题，最好是这样啊。大家知道，川普跟高市早苗才刚见面完没多久，那个高市早苗勾着川普的手走出来的画面，全世界都看到了。你说川普有这么爱高市早苗吗？手才刚刚勾完，现在又要再打电话跟他聊天，会发生这种事吗？他会打电话，必然是有事发生的。他跟习近平也才刚刚见完啊，对，就算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也没有好到这个地步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北京打出来另外一张最重要的牌嘛，就是川普啊。那你现在来看日本要怎么处理了？日本再不退让，再不下台，那么接下来当然敌国条款就会形成一定的压力了。敌国条款对谁会有压力？对琉球群岛会有压力，对与那国岛会有压力。这2个岛屿这些群岛的民众会觉得干我屁事啊！台湾有事是他家的事，怎么会变成我日本有事呢？而且日本有事就算了，又不是东京有事，是我琉球跟与那国岛有事。那你说对这2个地区的民众来说，他怎么可能忍得下去嘛？所以对日本来讲我们最近看到的一波民调，虽然看起来高市早苗得到的支持度很高，可是他们进一步的问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将近有80%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好，那如果台湾有事，你愿不愿意上战场为台湾一战？愿意承认的人还不到10%嘞。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嘛。你就真的让日本有事的时候呢，你就看看日本人是不是真的想要有事啊？是。好，那么除了祭出敌国条款呢，中国现在的海事局呢也是动作频频，并且是拉回到一个历史的基础上。我们来看到，在甲午战争过去的时候，北洋舰队呢曾经的基地刘公岛东部海域现在进行了实弹射击。那这座刘公岛是有些典故，快速跟观众朋友说一下，它的面积只有3.15平方公里，是北洋舰队的诞生地。那1895年2月的时候呢，日本军在这个威海卫之战歼灭北洋舰队之后呢，还曾经登岛并接收了岛上的一切。之后这个岛又几经辗转，还有经过到这个英国人那边，然后反正到1952年呢，解放军海军才正式进驻上去。所以你现在如果上刘公岛的这个景点的官方网站去看呢，还会写着勿忘国耻的一个警示之地代表中国曾经把这个地呢被很多人占领过，这个国耻不能忘记。好，现在中方刻意选在这个时机点，在这边要来进行军事行动，是在对日本释出什么资讯？老师，我把你这个问题稍微改变一下，然后回答你，就是中国人民刻意选在刘公岛实弹射击，是真的要跟日本再打一战。我跟你讲哈，刚刚的话呢，大家知道，在联合国的话，什么叫做敌国条款里面的话呢，就是敌国条款，你可以不用经过安理会的同意就直接攻击。对，这个其实等于是透过国际的组织来宣战。等于说可以直接攻击。那日本的表现的话呢，小泉进次郎前天的时候还跑到琉球去就强调说是台湾有事的3个步骤，然后呢把他们这个导弹的话呢往前延伸。那个与那国岛最近的地方离台湾只有110公里，很近，在宜兰旁边。对呀，然后这个
大陆离台湾最近的一个岛的话呢，有130公里，所以足以证明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但是这个不是真的问题，真的问题我要讲2个。我今天做了一点田野的调查。首先第一个，我跟了一些同事，现在在日本做研究，还有跟一个我自己的学生今天上午在聊，就是说他自己的话呢，在日本已经待了很长时间啊，也是我们山东老乡，然后他基本上的话呢，也就是一个外表根本跟日本人完全一样的人，他跟日本聊天，我聊天后的结果才赫然发现，日本的年轻人呢，就是打嘴炮的多啊，讲的不怕的很多啊，为什么说现在日本的年轻人打从心里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啊？而且的话呢，连带他跟我讲到说，连带在这个台大校园内有很多台湾人自己以为自己日文很好。听到他原来是中国人，不是日本的时候，也连带的一起看不起他跟我讲说，我自己也觉得判断说，对大陆来讲，这次高市早苗的事情，对中国构成了一个情感上最大的伤害。这跟我们哲学讲法一样，就是说，当你把你的潜意识的东西变成意识直接说出来的时候，那其实是非常伤害的。中国人不是不知道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的哦。中国人害怕听到这件事情啊，很害怕听到这个答案的。那中国人恨不恨日本人？非常恨呢。你在台湾现在，你是不是中国人，你就用恨不恨日本人来作为一个标杆就可以了。那大陆就问都不要问啊，你问我们这边大概都恨日本人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里面涉及到你的潜意识当中，我的潜意识当中就对日本人没啥好感。因为我们自己是山东人抗战家族嘛，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高市早苗犯了一个最大的过错。其实他就是把潜意识的东西说出来，但是日本现在在辩解你看刚刚那是3期的话也在辩解讲说那个什么这个基本上的话呢，我们立场没有改变他只是把话说出来，但是这个里头大陆生气的地方就在于说，你把这事情直拉拉说出来，然后你把它讲成纯利危机事态，那你这个对大陆来讲的话呢，纯利危机事态一听，那918又来了，7.7事变又来了，所以我预言的就是会有3种情况的。第一种情况的话呢，大概这个外交的层级会降低了，因为那个薛健讲的话，日本想把它斩首论，斩首论的话，日本想把它变成所谓的拉丁文叫 non grata， 就是说不受欢迎的人物，想叫他回来。那大陆很多人，尤其是解放军的放消息，如果回来的话，就是整个就外交就结束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撤侨因为现在撤侨是讲说玩到一半的不要玩就讲到就这么严重然后第3件事情的话呢，我觉得歼35跟 F-35。在空中有可能会遭遇这个是大家可以预料到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哎呀，大概慢慢就事缓则圆会降低，没有降低的情况，要降低我就不答应你搞成这个样子，你开什么玩笑？是好，岳老师做出了许多的这个判断，我们在持续要帮这个国际来持续的观察。那除了军事行动之外呢，现在在中国跟日本第一线老百姓感受最深的呢，当然就是经济跟贸易战，还有旅游战。我们可以说，因为这个现在中国人民抵制赴日本旅游的力道是持续的加强。我们看一个数据，截至24号呢，已经有多达12条中日航线取消全部的航班了。我们这边简单列出一些取消率最多的航线，包括天津滨海到关西机场，这是高达了65%那包括了南京飞关西、广州飞关西、浦东飞关西等等，都有明显的变动，并且你现在去东京的成田还是大阪关西这些主要的机场，出境大厅内，你都可以看到中国的游客，不管是留学生还是去玩的，还是去移民的等等都好，现在都已经有排队要回国的趋势了。所以如果少了这一块海外消费的群体，那日本我们都知道，从 COVID-19 之后赶上了这个低汇率的状况，他们的旅游业是非常的火爆，非常的热，出现了一波观光财跟这个红利但是现在得罪了这么大的一个海外消费群体，也就是中国游客。干哥，你觉得他们这个旅游红利要走完了吗？主力航线的上海到浦东武汉到浦东，天津到大阪然后那个武汉到大阪像这些主力航线呢，我就跟你讲，这是每天成田机场跟大阪机场都要去接的这些陆客，你知道？那等于是说，这是变成一种什么？这种很常见的一种例行性的这个事物，对不对？对于他们那些机场来讲的话，都是每天都有大量的陆客来对不对？所以这对他们来讲，经济是很大的依托。每年陆客为日本制造了90亿的观光财美金那每年到底日本跟大陆的双边经济到底是多少？3300亿美金。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不重要吗？不重视吗？没有什么重不重视的。
54万张预订机票，一天就退订，不可以聊。一天就可以退订，你会觉得说真有效率，对，这就是中国的效率啊！你今天如果说放到任何民主国家，他都做不到。但是我今天就是表态，光是在旅游这方面，我看你承受得了，承受不了我们大陆的压力。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说到现在还没有到高峰，啊，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大阪啊，他去好像他是一个学生，中国的学生，他在这当地，他说，我23号回来的时候怎么看？怎么成田机场里面都是自己人，没有听到一句别的话，全都是不是京片子就是广东话。他说，这个好像春运一样，遇到春运了。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晓得说，其实大陆的杀手锏还没拿出来。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刚刚岳老师非常激动说刘公岛这个地方，对啊，我讲一句实在话，刘公岛才是让所有中国人揪心的地方，因为在1895年甲午战争，你知道。北洋舰队的提督丁汝昌，为了打败他自杀，赢得了日本人的尊敬。就说中国水师就说海军啊，虽然打得一塌糊涂，但是光是这个舰队司令，也就是提督，他自杀这件事情，让我们对中国人还有一些的尊敬。但是大家要晓得，那是付出了。北洋舰队那个时候是精锐进出，结果不幸的都打败了，而且败得非常惨，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叫全军覆没。100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习近平他现在一定要求，他一定要高市早苗，你要收回这个话？为什么？不然的话，我就在这边军演。而且我们绝对不会再重演甲午战争的那种耻辱。是，我也相信中国在蓄积了这么多少年来的实力之后，不可能再让日本能够占到任何的便宜。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高市早苗你太低估中国的决心了。如果今天从外交事件演变成真正的实际冲突的话，日本你有没有决定要怎么样做？中国已经决定好要怎么做了，只是他没有告诉你而已。所以在川普跟你高市早苗通过电话之后，你会不是跟高市早苗，就之前啊，川普跟习近平通过电话之后，高市早苗发现说，哎呦，奇怪，川普怎么没有帮我讲话？怎么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去帮我跟中国缓颊？完全没有，川普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你就想要说，川普不要淌这个浑水。那如果川普不要淌这个浑水，是不是要你们日本自己去解决这个危机？那还是回到你首相的身上嘛，对不对？我就看这几天，如果高市早苗还是没有反应的话，中国的报复会更加剧烈。我们等着看。我们持续关心中日之间才发生这个擦枪走火、军事上面的冲突。这一回中国大陆又拉了俄罗斯来启动反飞弹演练。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好，辽宁号跟日本才擦枪走火，现在中俄是立刻启动了反飞弹的演习，这是对日本下最后的通牒吗？另外一方面，日本呢现在在这个西南群岛这边疯狂的部署很多新的飞弹，所以呢，我们看到中俄这一次的反导弹演习，有外界解读是不是就是为了要优先去拦住这一些来自于日本新部署的飞弹呢？会不会目标就是日本呢？这是第2个我们会来做关心的。最后我们会来关心到，看到了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有这样子的动作之后，美国是立刻回击了。现在他们祭出的是这个低当量的核武，川普这一步棋会不会逼中俄踏上核红线？3个议题，今天我们都会一次的来做解读。好，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另外一条战线持续的对日本升高火力。就在12月6号的晚间，大陆国防部是突然间宣布了中俄两军在俄罗斯的境内举行了第3次反飞弹的联合演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北军虽然说了我没有针对第3方想要这样子带过，但是外界解读说会不会这些动
作就是主要针对日本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过去几个月，日本它在西南群岛这边一直不断的强化它的部署，实际有哪一些作为呢？我们看到8月份跟11月份比较具体的作为。首先8月，日本宣布在熊本这边部署12式的陆基反舰飞弹，11月底又在与那国岛部署了03式的中程地对空的飞弹等等的动作。大陆国防部发言人蒋斌也曾经警告说，日本胆敢越迟雷半步，会给自己招式惹事，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中俄的这一场反飞弹的演习，预先想的目标、拦截目标，会不会就是日本？刚刚我们特别提到日本所部署的这一些新的武器，这是中俄联手在对日本做的反制吗？吕舰长怎么解读？我们看到为什么中俄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联合演习，其实他们是唇齿相依的，也就是如果飞弹要从越过北极海打到中国大陆的话，就会经过俄罗斯上空，而且最适合拦截的，也就是在俄罗斯上空。为什么？因为如果说它已经到最末端拦截的话，其实那个速度非常快啊。我们如果以这个东风15，它的发射的速度啊，大概就只有4到6马赫，可是当它坠地的前面一刹那，它可以将近10马赫的速度。所以我们讲到说，最容易拦截的其实是它在发射的这个阶段。可是发射的阶段呢，第一个你要能够预警，第二个你的飞弹要能够飞那么远啊，那其实是很困难的。那中国大陆呢，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测试了。那但是现在是一个联合的演习，我们看到2022年，其实它就是完成了陆基的一个中段反导的一个拦截测试，而且它这次测试是给谁看？它这次测试就是给台湾的乐山雷达看的。为什么？因为以前发射从这个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都是向西发射，向甘肃的这个库尔勒这个位置发射。为什么？因为它有2个目的，第一个我发射飞弹，第二个库尔勒这边它有反导的一个部队，它可以进行演练。可是这一次为什么向南移？因为如果在这个位置的话，那其实过于偏北，乐山雷达没有办法掌握，他就故意往南。那故意往南呢，偏南，让乐山雷达看个清楚，这其实就是一种威慑的方式。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看到库尔勒，我刚刚提到说，他有这一个飞弹中段反导的实力啊，而且我们之前这个是在2022年的6月，其实我们就已经看到这颗飞弹。可是我们一直不知道这颗飞弹是什么，而且在库尔勒的附近，其实它也有大型的相位阵列雷达，可以作为目标获得，也就是我们前一段讲到的建立 line of sight、建立瞄准线的部分，它通通都有啊。那直到今年的93阅兵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了那颗飞弹，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一个飞弹发射车上面，它只能够容纳2枚。我们看到这是1枚，旁边还可以放到1枚的这一个飞弹，到底是哪一种？结果原来是红旗29啊。那红旗29就是我们如果说在阅兵场上看到是这样，但是它刚刚下火车专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它就是可以容纳2颗飞弹，从后面看也很清楚啊。那这一个呢，其实相对于日本来讲，那日本呢，他们现在要放的其实是03式的防空飞弹，在与那国。那与那国现在有没有？与那国现在没有，现在最接近台湾的其实是石垣岛的这一个阵地啊，也就是他们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如果我们看到日本，它从奄美大岛就是不断的一直向西南部署。那其实与那国它之前部署了雷达站，可是飞弹一直没有部署。那这一颗飞弹真的能够防卫台湾吗？很多人是这样的想象的，其实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到03式的这一个防空飞弹呢，它其实从与那国，它只有50公里的一个拦截的距离，哪怕是它已经用了新构型，也是如此。也就是它其实也不过就是在台湾到跟与那国108公里的中间而已。它也不是所谓的
中程的弹道飞弹，它其实是一种防空飞弹而已。至于12式啊，那如果我们看到12式的话，12式它的一个那个12式是反舰飞弹，也就是攻击舰艇的，那它也就是这个黄线的部分，它的距离200公里。其实我们讲到了这一个宫古岛的时候，这个范围也就进入了我们台湾所谓的雄三飞弹增程型400公里的这一个范围了。不过，如果我们对照这一次以及之前无论是山东舰或者是辽宁舰，它的操演位置大约都在宫古岛以南，台湾以东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在我们所谓的这一个雄三飞弹的射程之外，它还多加了50公里的一个可能的延长的射程。所以我们这样讲啊，日本这样的部署其实没有用，必须要回到我们第一段这个蔡正元老师他所特别强调的新型的，无论是我们讲到的标准6型，或者是这一个战斧巡弋飞弹，那才是能够影响到与那国，或者是影响到宫古岛的宫古海峡的这个部分。但是美国在这里面的态度就变得很重要。是好，我们看到，所以日本不断的强化在西南群岛这边的飞弹的部署，所以呢，中俄看在眼里，也这一次祭出了这一场这个反飞弹的演习，除了是给日本有一些威慑力之外，也是警告台湾哦。那针对于这一场演习，其实路透又在背后做了更深一层的分析，他特别讲到说，其实中俄的这一场演习，它不是普通的军演而已，因为它其实这当中涉及到非常高的机密，像是这些高度敏感的雷达侦测，还有这些数据链的共享跟拦截程序，都是属于战略级的军事合作。那中俄这一次其实已经是时隔8年再次的启动这个反导联手，背后这个路透也解读了2大目的，就中俄的2大目的。第一个就是跟美国做一些展示，说中俄我们是可以对抗美国的飞弹的。好，第二点就是要来反制川普的金琼。中俄的联手就能够拦截美国的战斧跟这个义勇兵3型弹道飞弹，还有金琼吗？杨老师怎么看？我通常觉得这种矛盾之争哦，矛方面呢，攻击的方面其实是占据了比较优势的。尤其你在这个盾，现在在反飞弹3个有名的嘛，一个已经做出来就是以色列的铁穹，第2个是美国想要做它的金穹，第3个是赖清德想要做台湾之盾，后面2个都还没有出现。可是铁穹其实已经受到考验，你看了这一次。以色列跟伊朗之间彼此在飞弹跟无人机的这种相互的攻击，后来它的铁穹系统基本上就已经没有办法应付了，所以以色列的都市呢受到很多的攻击。川普为什么去打伊朗的核设施？就是救以色列，铁穹已经没有办法了。那你再讲金穹做的其实不只是在反飞弹系统啊，以前讲的国家反飞弹系统啊等等之类的，或者是雷根时期的星战计划。它其实一个星弹计划的放大版，它还包含卫星的太空感测器、拦截器，还有呢巡弋飞弹、弹道飞弹、高音速飞弹、无人机整个这个系统。那我们也后来在上个月相关的报道，美国这边呈现技术、人才、经费3大问题，能不能做出来一个大的问号。不过这里面重点跟这次中俄的反飞弹有关的是。当川普1月宣布金穹系统的时候啊，5月份石破茂就说日本要参加。那你说上一次中俄8年前是在哪里做？是在北京做联合反飞弹训练，那是2017年针对什么事件？韩国要部署萨德飞弹。所以今年1月份金穹，5月份日本表达要参加，那一定已经开始在这个合作。所以呢，当技术跟钱跟人才的问题，其实日本就会帮助美国。那当然，金穹就会涵盖到日本的这个层面，也就是甚至核子保护伞相关的反飞弹的系统，都会在日本本岛以及到它这个冲绳跟西南诸岛。这个是一定接下来会走的。我觉得日本接下来从450亿的预算增加到900亿哦，中间很大一块会在这里。可是你出来要问这个。冲绳人就会问了：我们这些岛屿，这个中国会来打吗？
来打不就是打日本、打美国吗？其实，然后你做了这么多，但你做了这么多的一些防卫跟飞弹，你反而变成一个招引人家来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所在。那因此，这也就变成冲绳人其实很反对这个东西。对。那你说到巡弋飞弹或者义勇兵3型，义勇兵3型是1970年设计的，射程14000公里。他在10月份的时候又做过一个测试，打到那个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那边去，但没有装任何的武装。所以他现在又在做新型叫哨兵型的这个飞弹，那都是洲际型的弹道飞弹。洲际型的弹道飞弹要拦截，其实有它的困难度，因为它通常都是搭载核子武器的。而你如果没有在发射的前端或终端去拦截的话，你到尾端拦截其实效益并不大。所以你往往是在中间的时候呢，在这个太空轨道的时候，因此呢，金琼它就是针对这一块。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做的反飞弹呢，目前主要还是针对比较是战区型的。我的感觉是如此。那有没有进入到全球性的反飞弹？那可能是他们下一步会合作的目标。好，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的动作频频哦，这个除了增加军事预算之外，也配合美国加强这个军事上面的武装。那确实不只是日本而已，美国自己也在不断的加强，而且他这次想要做的是核武装，为了就是也是看到中俄不断的加强他们之间的联合关系。那这一次呢，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报道是来自于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呢，美国正式宣布了会跟当地的通用电力一起签署，这个是独家的合约哦。研发的是核武装的海射巡弋飞弹，而且是低当量的，比较有精准、有限度的来压制敌方，就会对中俄带来多大的战略威胁呢？为什么是低当量？委员又怎么看？所谓低当量就是1万吨 TNT 以下。那什么叫1万吨 TNT 以下呢？就是当时在广岛跟长崎啊，那2颗核子弹啊，都在2万吨以上的 TNT。所以我们现在通常讲低当量是讲1万吨以下的。那甚至可以小的更小。这个是可以调节的啊。那为什么美国要发展这一款新的这个所谓的海射型这个巡弋核导弹呢？它的全名叫 CSL， 是 Sea Launch，CM 是 Cruise Missile。Cruise Missile 巡弋导弹，后面加 N 就是 Nuclear Armed， 就是核武装的海射型巡弋导弹。是这个巡弋导弹它装在什么东西啊？它理论上是要装在水面船舰跟潜水艇，但是水面船舰它能装的只有伯克级，目前计划已经取消了，全部要装在潜水艇上面。那我们把美国的潜水艇简单介绍一下，它分成这个所谓攻击型潜水艇跟这个战略型潜水艇。攻击型潜水艇过去是不装核弹的，它全部都是核动力，但是不装核弹。然后战略型是装核弹，那战略型装的是3x级核弹，那个是一个长程这个核弹。那长程核弹除了你要打人家的大城市，意义不大。所以他们为了补足，现在想要发展这一款 SLCM Sea Launch 的 Cruise Missile，做什么用呢？要装在 Virginia 跟洛杉矶级。为什么？因为现在这种没有装弹道导弹的这种攻击潜水艇，主要3种，一个是维吉尼亚级，一个是洛杉矶级，一个是海狼级。那维吉尼亚级最多大概是有24艘，那洛杉矶级大概是23艘，但是洛杉矶级比较老旧，还在淘汰当中。然后海狼级有3艘，但是它的成本太高，所以目前大概没有计划装在上面当然了，我们刚才讲 Ohio 级都是战略型的这个核动力潜水艇。这种战略型核动力潜水艇它原则上有18艘，可是有4艘拿去作为特种作战跟防口作战用，所以它也没有办法装这一款。但是 Ohio 级的这种弹道导弹的这种核弹装置也没有办法装这个，所以原则上它是装在 Virginia。如果是24艘都装这种导弹的话，对什么地方非常有用？台海战争。它目的就是台海战争，也就是他刚发表的国家安全这个策略报告里面讲，要增加对中国的核威慑。那这种核威慑让中国在战略上产生一个选择上的困难。如果这个你找不到它的核潜艇，当然核潜艇呢，不管从哪一个角度，从日本方向、菲律宾方向、这个关岛方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射这种核弹这种所谓海射型核弹，你预先没办法侦查到。
那没办法侦察到，它可以攻击在台湾海峡的任何解放军的船团，啊，那攻击解放军的船团呢，你不晓得它什么时候攻击，所以解放军的考虑就是说，第一个，我如何避免攻击，我有没有办法做到找到你所有的这个潜水艇，不太一定，那你就会冒一个被攻击的危险，第二个，你如果被攻击的时候，你如果反击，它在海下，你根本没办法反击。然后你没办法反击的时候，你唯一的选择就是要攻击他在冲绳跟日本或者菲律宾的基地。那攻击他在基地的时候，美军接下来就攻击你的沿岸，从上海、宁波、厦门、汕头，甚至于到海南岛，他这个攻击你的海军基地。那这样的话，核战争就爆发了，因为你接下来大陆也选择要攻击上关岛，甚至于攻击到夏威夷。好，那这个核导弹就爆发，因为你大陆本土如果被核导弹攻击，即使低当量的，一定也要攻击洛杉矶跟旧金山嘛。哦，这是一个核相互平衡的一个威胁哦。所以他的目的是用这个方式来阻却解放军进攻台湾岛。那同时呢，用这个方式展开对日本的核保护伞。这核保护伞是用来安慰日本跟韩国，你不要自己发展核子武器，因为日本如果废弃了无核3原则，他挑战的对象不止中国，他恐怕他挑战对象还是美国啊，所以美国总是要留一个。但这些东西真的，他讲了一堆俄罗斯，跟俄罗斯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打俄罗斯哪里？这个俄罗斯没有打日本啊，对啊，所以顶多你是弄北韩，那北韩你这个太大动作了，没什么特别的意义，所以基本上很明显的，它针对台湾海峡设计的。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